人鱼咬破自己的手指，将蕴含永生的血液喂给女孩，只因女孩曾给他吃过一口难吃的便当。当时的他极度虚弱与饥饿，以为遇到人类就会落得被分食的下场。可女孩却没有丝毫想要伤害他的想法，而是每天准时准点的给他送饭吃。这种温馨的感觉是人鱼几千年来从未体验过的。他曾想将女孩吃掉，彻底占为己有。可每当看到女孩那温暖的笑容，人鱼始终不忍心下口。于是为了让女孩能够永远的陪着自己，人鱼咬破自己的手指，将能够永生的血液喂给了女孩。可这人人都想拥有的不死能力，却反而成了折磨女孩10几年的诅咒。在离开不久后，女孩的一家就遭遇车祸，她亲眼看着父母和哥哥葬身于大海。绝望的女孩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可无论用何种方法，她都死不了，只能在想死又不能死的痛苦中煎熬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来到海边，突然被一只海妖拖入了海里。在意识到自己只要被吃掉就可以解脱了，女孩没有做任何挣扎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可就在海妖即将吃掉她时，人鱼突然出现，她化作一个美丽的少女，将女孩从海妖的嘴里救下。可女孩却一脸冷漠地质问她为什么要救自己。这时人鱼才意识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，但他却不后悔，因为这是他活了几千年来得到唯一的爱。在得知了女孩一心求死，于是人鱼告诉女孩自己这次是专门来吃她的，但不过为了达到最佳的食用口感。人鱼表示要先将女孩养肥，而女孩也没有丝毫怀疑，相信了人鱼的话。为了能让自己快点被吃掉，女孩每天跟着人鱼去到处游玩，他们一同欣赏绚丽的烟花，一起去海边的酒店度假。可渐渐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女孩发现人鱼对自己越来越好，她不禁开始怀疑人鱼到底还想不想吃自己。直到偶然间，她发现了人鱼的真身，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。人鱼根本不会吃掉自己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吃过人鱼肉的人类闻起来就像腐烂的猪肉一样，根本没办法吃。得知了真相的女孩再次心如死灰，于是她不再犹豫，径直走向深不见底的大海，想要彻底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可就在最后关头，却被人鱼拦住。他将女孩抱在怀里，为了不让女孩离开自己，于是人鱼直接忍痛一口咬向了女孩的嘴唇，并狠狠地扯下了一块血肉。他用力的咀嚼，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没有欺骗女孩，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。全然美味しくない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个故事的残忍在于，人鱼把永生当作爱的礼物，却让女孩活成了一座无法坍塌的废墟。他起初只想占有她，可每看到那温暖的笑容，便不忍下口，最后竟咬下她嘴唇的血肉自己咽下，只为证明愿与她一同腐烂。当他咽下血肉的那一刻，千年的本能被彻底打破。原来他并非不能吃她，而是不愿。人鱼吞下的不是血肉，而是他的绝望。从此两人都成了被永生遗弃的怪物，彼此的意味成了唯一的牵绊。爱到极致就是共享一种无药可救的病，不治愈却诚实。海风再咸也咸不过他们嘴里彼此的血味，那大概就是永生中唯一真实的东西。